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桃园火车站旁边的停车场，今天要来造访桃园市区的历史古迹。我上一次造访桃园市区的古迹是在15年前，2009年。当时桃园市的古迹，我印象中只有2处，一处是市区的景福宫，另外一处就是虎头山山路的桃园神社、桃园忠烈祠。那10几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资产，有很多具有历史的老建筑陆续整修完毕，也登录为历史古迹。所以现在的桃园市，应该说桃园区，已经有很多的历史古迹。那我今天就也没办法一一逛完，我就从车站出发，那造访车站附近的一些历史古迹。车站旁，这是桃园车站旧仓库。在2016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其中的7号仓库，现在是桃园铁道愿景馆、桃园轨道愿景馆。这边的旧仓库兴建于1936年，原为新竹州农业肥料配合所兴建的肥料仓库，总共有3栋，后来被称为6号、7号、8号仓库。这栋看起来比较破旧。这栋是桃园轨道愿景馆，这是台铁退役的柴油引擎，1960年代日本日产公司所生产的引擎。这是转向架，装在车厢的后方，当火车行驶在弯道的时候，可以避免车厢出轨。这是旧桃园车站第2月台的棚架。重组在这个地方，兴建于1950年代。这算是阿公级的红砖壁，从1936年到现在。10点钟开馆，还有1分钟，所以我是今天第1名游客。这是日本时代桃园驿的模型。龙鸣船时代是第1代。那第1代，那这日据时代的时候，这个到我们这个建筑是第3代，但是很可惜，民国50年的时候就拆掉了。哦，民国50年拆掉。拆掉，哎，对对对，就是通风口。哦，通风口、窗口。对，那日本人叫做破风。叫破风。那仿唐式的叫做唐破风。这个是唐破风。哎，唐破风，它4面都有哈，4面都有，哎，非常漂亮。啊，可惜已不在。当时会觉得说，我去维修木造车站的成本，做不了几年又要维修，那不如改建钢筋水泥。当时的观念就是认为说洋派的那种新的建筑法哈，会比我们这种老旧的建筑还好，更坚固耐用，更坚固还耐用哈，所以说会把这个旧的拆掉，然后重新盖新的。可是以现在人的观念认为说，这个东西就是宝啊，对啊，再怎么样你要把它修好啊，哦，你还有印象？对，我还有印象，这个旧车站，民国50年，那时候我大概小学大概5、6年级了啦。民国50年改建，对，所以我没有机会看到，我那一年才出生。不过我看过松山车站的那个木造车站，但是很晚期才改建的。这是清代的铁路，经过龟仑岭，
现在的龟山坡。在日本时代，整个桃地也是遍布像蜘蛛网般的轻便铁道的铁路路线。桃园驿在这里，轻便车最早的捷运，这是往脚板山的轻便车，是由当时桃园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的。这是后来发现的清代铁道遗构。这是刘铭传时代的铁路路线，那这是日本时代改良后的路线。当然这边距离是比较短，但是因为坡度太陡，反而造成行车危险。本来从大稻埕那边、台北桥那边嘛，那后来他就走万华，走那个板桥、树林沿着那个淡水河的支流的大汉溪畔，就是到莺歌到树林莺歌，然后就到桃园就比较平缓。因为那时候的火车的技术马力没有那么强，土地出来这是因为桃园段要铁路地下化，要铁路地下化才会挖到当初刘铭传时代的那个路线的那个路基的道渣还有那个路线的那个他们那个类似排水沟那个施工的时候发现的，对，才会发现到。那不止发现到刘铭传时代的轨道的遗迹还发现到这个地方在4500年之前就有当初的那个原住民在这边生活。就是这边的那个训堂埔文化。训堂埔文化。对，因为要铁路地下化，才挖到这些古迹，然后才迫使我们的那个地下化的工程停工，才会延误工期。这就是训堂埔文化。对，训堂埔文化，对，挖掘出来的石青石器。那经过考古学家的学者鉴定就发现到这是大概是4000年到4500年前做那个铁路地下化，还有一些那个捷运它的一些轨道建设的一些技术。那我们现在用地下还有高架现在的那个捷运铁轨它不会是平面的，高架有不同的技术。那地下呢是用填顿机去挖的。这里有小火车，所以小朋友是可以来这边玩耍的。大人看古迹，小朋友搭小火车。那这里这是免费的吗？对，免费做的我们是4点半之后才会开车那这张图非常重要，这张图就是桃园捷运的第1期的规划的3星6线，我们看到右上角3星6线3个都会星。桃园都会星、中立都会星，还有航空城都会星。航空城都会星以这3个都会星为都会中心那有6条捷运来串联。6条捷运。对，那这串联的话会跟台北那可以看到后面那个图北基桃未来就是1个小时的生活圈。现在已经完成了，就是紫色这个。对，现在有完成的就是到老街西嘛机捷对，已经到 A22站。那这一站这边就还没有通，这边本来预计2029年会通车啦，但是因为要配合铁路地下化的那个车站共构，所以说确定我们都不敢说。所以这条是台铁，现在地下化，铁路地下化也就是捷运化。因为它多了很多车站。那目前有在动工的就是绿色捷运。绿色捷运现在动工。绿色捷运它会分期完工，那第1期就是2026年你要看到 G11有没有？G11到 A11等于 G32那边。2026年通车。对，2026年。那2028年会通到哪边呢？2028年会通到那个 G08，就是简福宫站永和市场。永和市场。2028年那2030年的话，它预计呢会通到 G01。2030年到八德区。对，那这一边呢，当初预计是2032年啦，但是很难说啦，还有很多工期。没关系，到我们这个年纪都觉得10年、20年都很快，一下子过了。桃园现在是台湾6都之一，所以我15年前很难想象桃园的未来是这样的一个愿景。桃园的2大都市。
以前就是桃园市中坜市，是分庭抗礼。这也是小朋友玩耍的积木。将体验的驾驶路段，再按下白色大按钮确认，谢谢。您好，欢迎参加车长体验，请使用摇杆选择您想体验的驾驶路段，再按下白色大按钮确认，谢谢。请按黄色按钮，下一站广播。下一站，坑口站。地震发生，地震发生，请搭通知单减速。报告，地震发生，第一次开捷运呢，就遇到地震了。这里有内坜车站的老照片。我参观完桃园铁道愿景馆呢，没想到第一站我就停留了好久，资料非常的丰富。如果按照原定的计划，那这样拍摄下来，说不定能留给这个地方的影片描述，可能只有1-2分钟而已。所以我想一想，我还是就把这个地方单独成为一集，我就单独的呈现桃园铁道愿景馆给大家。那接下来我就要前往下一站了。那我在这边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集见，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桃园轨道愿景馆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欢迎您点选网址，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